距离孙燕姿演唱会还有36个小时。哇，只有36个小时了吗？天哪，这么短吗？哇，给我们时间不多了。你们两个不要这么浮夸好不好？初识孙燕姿的千禧年，这是个听起来很久的词，但那也是个很美好的时代。当我们还戴着有线耳机，这个清亮纯粹的、似乎未经修饰的声线从磁带机里传来，好像把11、12岁的我对成年世界的想象撕开了一条缝隙。跌跌撞撞又奋不顾身，他也好，我也好，都刚刚展开对世界的好奇张望。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冷门歌手，也不是 AI 顶流，是小时候放学和妈妈在回家的路上一同哼起的刻在磁带里的旋律，是上好的青春陪我度过了异国他乡的数年。进入2025年，在刚过去的1/3的时间里，已經有不少記憶裡有些熟悉的人和旋律不斷地開始離我們遠去。當大同自創嘅音樂品牌喺微博公布。我想有些約定不能只停留在備忘錄和留言區，因為時間會提醒，約定會過期，會來不及。所以這一期的清單人生，我決定要去赴一場遲到了5年的約定，去見一個在當媽的日子中有些許疲憊，想出來透口氣的老朋友。所以新加坡，我來了；孫燕姿，我來了。新加坡6個小時的飛行後，我們抵達了這座美麗的機場，乘坐穿過瀑布雨林的電車，正式進入了新加坡。一下飛機就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濕熱，哇，太熱了！哇，而且又下雨了，一下雨就更悶了。作為北方人的我很不適應，但孫燕姿在採訪裡說，她在外工作時會很想念新加坡的天氣，在冷的地方想念它的晴天，在乾燥的地方想念它飽含水分的空氣。而新加坡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這是我們3個第一次來新加坡，不對，你去年來了啊，你泰勒來過了。新加坡這個國家其實可能還沒有北京的這個通里弗尼亞大啊，它沒有通州大。是的，還沒有通州大。它的常住人口只有500萬，而這500萬的常住人口裡邊有1半多都是外來人口。所以在這兒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文化的一些交融融合。有趣的是，明明是一個移民社會，卻不可思議地實現了文化融合、多元共生。這聽起來是件很抽象的事，但其實它也能很具象。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最有名的一家早餐店，它叫亞坤。比如這家店必吃的套餐是半熟蛋加咖椰吐司加黑咖啡。那咖椰吐司的文化基因來自於英殖民時期的下午茶文化，而半熟蛋和醬油胡椒的組合則是華人偏好的食材、英式的熟度和馬來口味的混搭。小小一盤早餐標配橫跨了幾個族群，是新加坡自19世紀開埠以來漫長的融合史的縮影。有點甜。我們現在吃早點的這個地方就是在最早的唐人街的位置，然後這個地方叫牛車水，最早的時候就是用牛拉着淡水進來。所以這個地方起名叫牛車水。真有文化。沒有，我覺得查的，那個 DeepSeek 告訴我。在這裡也是出了名的嚴刑峻法。我們這次小心翼翼的，生怕幹了什麼事就被抽鞭子。這裡邊所有的野生動物我們都不能投餵，如果被發現就是鞭刑。不是，好像就是罰款500新幣。不過當地人還算鬆弛。身邊有人被鞭刑嗎？有。真的？我現在會皮開肉這樣。會啊，新加坡鞭刑的，好像你走私香煙、火柴的東西，放高利貸。我以為吐個口香糖就會鞭刑了。哎，吐口香糖3次會鞭刑。哦。所以是同一個事情，你不可以做超過3次。一直以為這邊過個馬路，就如果闖紅燈或者吐個口香糖就要被非常嚴重，但是來了之後發現並非如此。看我們這有個牌牌。要是打架被抓住的話，要罰5000塊新幣，就是2萬5，加上2年監禁。你們不要再打啦！你們不要再打啦！而小印度是隨着英國人的到來，印度文化的本土化滲透，神廟、飛餅、咖喱、香料和沙律令小印度不虛此名。你能聞到香料的味道，對，聞到咖喱的味道，
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汗的味道，对，然后就是混合在一起。老公啊，33年了，我刚刚突然回忆起一句歌词，我心中一震。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不是 no， 我刚刚突然想起这个歌词。这个地方肯定燕子也来过，我是觉得。神奇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收录在孙燕姿的第6张专辑《未完成》中。这首歌是思聪老师写的，李思松，词是天天，曲是李思聪。这张专辑中，他第一次兼任了歌曲的制作人的身份，制作了《永远休止符》。在这之前，他的专辑制作人纳兰总会有2个熟悉的名字，李伟松和李思松。那这2位制作人，相信资迷们都很熟悉了，因为他们不仅是专辑的制作人，也是孙燕姿歌手生涯开始之前的音乐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沟通了很多。你想去见吗？可以吗？给我什么好处呢？大家就直接给3连吧，好不好？这也能摇的？应该问题不大。听着吹牛逼，我不信。我是你好，我的周洋小鹿，我是小鹿，我是周洋。嗨，伟松老师，你好。所以您2位其实常去北京。北京就像我们第2个家，真的。你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吗？哪里？青年路。青年路，我们之前也住青年路。在他们遇到孙燕姿之前，其实这2位老师早就闯入过我们的回忆。李老师，你知道李思松和李伟松2位老师，他们在给孙燕姿做声乐教学之前，他们在香港所有的出道开始写的很早期非常知名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你猜是什么？你一定听过，你100%听过。你猜，武打动作片，看小鹿动作。醉拳啊！哎，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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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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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这就是你可以上课的地方。哦，真的吗？对啊。哎，你知道吗？这台钢琴是燕姿送的哦。哦，真的吗？真的。你们看，还有他的课的字，看到吗？和2位老师聊天，自然话题是离不开孙燕姿的。虽然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还记得第一天见她时候的情景。你看这个班里面来，我的学校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的声音很特别，你要不要来听一下？结果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这把声音是当时华语乐坛没有过的声音，而且是好听的，然后而且听了1遍之后你会记得的声音，因为初中他的每一个磁带每一盘我都听，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同类哦，他写的，对，我刚刚发现基本上我喜欢的歌都是你们写的，我刚刚还专门看了一眼，我很神奇，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你要不唱一首同类给我听？你唱一下，梅老师，他唱歌很好听，他不好意思。对，我有点不好意思。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很好。太神奇了，这种感觉我要流眼泪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初中，我11、12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可以坐在我前面，然后我帮你伴奏，有没有？有缘啊！好好。哎，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你自己的声音哦。你看，有哦，只是你好像。当然，2位老师和燕姿共创了一首未发表的新歌，但他们告诉我可以在我的节目里先放出来给大家听。弹出一个声音，像夜空划过一颗流星，跟着哆瑞咪发嗦拉提哆提拉嗦发咪瑞哆，音符洒满。音阶其实也是要分享，就是这一路走来40年，我们都有音乐的陪伴，还有人生其实也像音阶一样有起有落嘛。
小声音在无名，唱出心就放晴，每个角落都值得。这里边有一句词叫“小声音在无名，唱出心就放晴”。这个是燕姿写的。哇哦，这是燕姿写的啊！我觉得他在那个位置，然后其实是说给一些可能有梦想的人听的。下次有机会在北京，好吧？我们常去北京吗？对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联系，我们可以没问题。我请您吃涮羊肉。哦，对，我们这两天还会去新加坡啊，在这边我们有什么好推荐的？推荐吃的、喝的、玩的。有，我每次都会带外国朋友去植物园的。然后你还可以，新加坡可以说是可以，就好像一个国家，但它这个国家就很妙，就是你可以一天以内去几个不同的国家。新加坡作为著名的花园城市，到处都是公园、植物园，自然系统紧密地嵌入了城市肌理和钢筋森林中，热带雨林和繁华的城市比邻而居，是新加坡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公园如同疾驰的都市乐章中突然降下的休止符，夹杂在钢筋水泥之间的绿洲，总是可以让人舒展开被压力堆积的褶皱。好了，朋友们，现在雨刚停啊，我们现在是在新加坡最有可能偶遇孙燕姿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孙燕姿经常来这跑步，来这儿遛孩子。哇，跟你们说，这里真的植物王国热带雨林哎。对，现在还没跟大家说这是哪儿，这是新加坡植物园，这是新加坡首个世界文化遗产。上次来我走过这本道，你看现在不能走了，就是因为你走过了以后不让你走了哦，所以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不是第一次来，我和拉克斯来过。哦，那你是跟他来这儿比较开心，还是跟我来这儿比较开心？你这个人真的，哎，那我现在，现在你有更开心点吗？太热了，同志们，真的热啊！这跟在湖南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孙燕姿兰花，找 Stephanie 就行了。我找着了。哇哦，好看。 Stephanie 孙。哦。单就并就是白白的，很符合她的气质。孙孙，你好。来，就这样，就这样，来。从白天到日落以后，我们也从新加坡的过去走到了未来。沿着滨海湾走一圈，这是新加坡人为之骄傲的天际线。滨海湾灯光炫目，但天空树梦幻的斑斓色彩一定是天际线里最美的景观。看我们现在身后这些了吗？天空树。哇，看这些天空树，真的太好看了。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一个 PS5的游戏叫《地平线》，它这个设计感真的就跟《地平线》非常的像。它不仅能够收集雨水，而且还能产生太阳能。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装饰。哇，外边同志们，前两天新加坡暴晒，然后我们来了以后看，这个人设我现在就希望我们表演唱会的时候千万不要下雨。我跟你们说，我没有看过演唱会。哦，就是苗老师他看过 Live House， 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演唱会，没有在体育馆里，没有。离演唱会还有1个小时，暴雨，这雨完了，我们仨要分开了。是的。现在我们左边是尊贵的这个 VIP， 我们2个小卡拉米只能走北入口了。哈，不对，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有时候朋友只能陪你走一段而已。真的不升华等死。这样吧，我们来串他的歌名吧。我怀念我们刚认识后的样子，我现在才对你开始懂了。我也很想他。哎，我们都一样。遇见了同类，这件事好神奇。现在是蓝调哎，哇哦！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同志们。当青春在日落之后回响，在场所有人像老朋友一样闻讯而来。我好几个平台我也是看演唱会。谢谢。哦，谢谢。你们自己做的？对。他好像是歌迷会的人自发的，然后他认出我们了，就送了我们这个。哇！我们刚才没买到，有点失落。然后给我金的包很配呢。对，好看。有人正在经历青春，
有人在与青春重逢。我觉得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是燕姿的，就非常的。我32岁才看第一场演唱会，永远都不晚。不知道。千禧年初，我们用随身听反复倒带，而今天的年轻人用云端的歌单循环播放。但当他的声音响起，不同青春在同一个时刻都找到了共同的安慰。我们都在歌里把青春的心事放大，我们在歌之外试图拉住时间，人生却没有理会。当青春在日落之后回响，在场所有的人像老朋友一样闻讯而来。有人在经历青春，有人在与青春重逢。我当时有点想说，因为第一张专辑它的天黑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想说，哦，前面那条路，我应该要用什么速度呢？那我就要往前去奔跑，但是我又不能够盲目的跑，因为万一地上有坑了怎么办呢？是，所以于是我就有时慢，有点跌跌撞撞的那种感觉，哇，有时快，你知道吗？哇，这个感受，哇，你懂了吧？就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我就不应该跟他说这个歌是不规律的小节，就说 1 2 3 4 5 1 2 3 4 5 6，然后他就在里面就一直在说，没有办法跟音乐自然流动起来，他就急了。突然间我说燕姿，老鼠了，就没有声音了。结果我就赶快跑进去那个录音一打开，他就蹲在那个角落哭了。我说你干嘛？我要吃巧克力。刚刚结束孙燕姿的表演，然后算是很成功。坐在体育馆里，曾经耳机里的声音就在面前。清单人生打卡完成，20年，足够让随身听变成古董，少女变成母亲，让总有一天我要去看她的演唱会这样的愿望，在 To Do List 里被掩埋。那喜欢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是听他的歌。20年里，那些在爱情里流的泪早已风干。科普勒的世界里面有星星和宇宙，跳舞的梵谷是他在梵高的国度学画，彩虹金刚是他唱给小孩子听的快乐。所以后来他的每一首新歌，我都把它当作一封远方来信。他的人生，只要唱歌，我们就知道那个青春里的女孩过得好不好。最光鲜的，还是最平凡的、最平常的，我们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借以谢谢他的歌，曾像毛毯一样包裹住同样年少的我。没办法，谁让我们都曾光临过彼此的青春呢？年少的真心最是珍贵，而人间的相见总是见一面少一面，所以我们只能趁现在尽兴而活。他是，你是，我也是。